姐姐结婚后，姐夫侵犯了我，家人为了名声还让我不要报警，姐夫因此更是无法无天。在我极力反抗的时候，他拿着一根香蕉皮将我勒死，家人还帮忙清理了作案现场。再次睁开眼，我竟重生到姐姐结婚的那一天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让这一家人渣付出代价。左边的小美女笑得开心一点，别那么僵硬。肺部的最后一点空气被抽空，我张大嘴巴躺在湿润的泥土里，无声呐喊。周遭是无边的黑暗，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瞬，闪起一道光。我没有眨眼，直直瞪着。安静的世界一下喧闹起来，有肉的香味，客套的笑声，小孩的哭闹声，以及姐姐的嫌弃声。欣欣，你没拍过照吗？笑得跟鬼似的。他取笑着，小声嘀咕：真是一颗老鼠屎，坏了一锅汤。我看向姐姐、姐夫、爸爸妈妈，他们穿着喜庆的衣服，大屏幕上放着姐姐和姐夫相爱的点点滴滴。对不起，姐姐，要不重新拍一张？我低着头，唇角勾起。没错，我就是来报仇的恶鬼。算了。从小你就是不省心的，小玉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呢？我看着挺好看啊，尤其是我的小玉，美得像个妖精。说我像妖精，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。姐夫说这话时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姐姐红了脸，跑去招呼客人。我尴尬的要走，却被他拉住胳膊。不，谢谢我挤出笑，怯弱地说谢谢姐夫。他摸我的头，感慨地说还是小孩子啊，你刚才听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听到。姐夫笑了，不露齿的笑，两个细长的眼角向两边拉，嘴角向上翘，弧度像是很刻意的拉扯。他38岁，比我姐大12岁。上一世我一直被这副嘴脸欺骗，为姐姐能嫁给这个男人感到开心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姐夫是人，我们是鸡犬。靠着姐夫的施舍，家里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。姐夫是我家的贵人，在他喂我喝酒的前一秒，我还是这样想的。他先是以离学校近为由，让我住进他们家。姐姐为维持他那温柔孝顺的形象，让爸爸妈妈也住了进来。他问我想上哪所大学，我说 Q 大。他不开心，这样就不能常见了。星星长大了，见到更多的人，嫌弃姐夫怎么办？当时的我没太懂。在高考前，他端着牛奶到我房间，反锁上门，我被灌酒，被按在床上施暴。世界在晃动，所有的一切在远离，又在静止。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爬出去告诉爸爸妈妈，姐夫侵犯了我。他们惊讶了一瞬，随即自在地说：怎么这么大的酒味？你个小妮子不学好喝酒了，还说胡话。姐夫跪在姐姐跟前哭，说我勾引他，他一时没忍住。我大喊不是这样的，扑过去要和他同归于尽，却被扇了一巴掌。姐姐、爸爸妈妈警惕地看着我，他们坚定地说是我勾引了姐夫，因为他们没听见挣扎的声音。事后姐夫更加肆无忌惮，每天晚上他都像恶魔一样闯进我的房间。高考时，我拿起卷子上面的字，我一个也看不清，脑子里都是肮脏的画面。我交了白卷，出了考场，觉得人生要烂掉了。最喜欢的男生和我告白，我没有勇气去直视他，我被全世界抛弃了。姐夫得意的笑，正好做我的金丝雀。我扇了他，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咬断他的耳朵。我被打半死，头不停地流血。后来姐夫拿着一根香蕉皮将我勒死。看到我死，姐姐松了一口气，把我装进透明袋子里时，她的眼睛带着笑意。妈妈擦着血迹，嘟囔着：怎么这么多血啊？只有不耐烦，像是很久没做过家务了。爸爸在花园挖了个大坑，把我丢进去，快速地填埋着。曾以为的家人统统是杀死我的恶魔，重来一世，我要你们双倍奉还。陈杰塞给我红包，女孩子要打扮一下，买漂亮衣服。我看了下自己洗得发白的衣服，他一把红包放在我口袋里，他的手在我肩头上停留，顺着后背滑到腰部，再自然地收走，这是他的习惯性静游动作。我抬起头，他在盯着我，那眼神赤裸裸的。还未细究，便被妈妈拉着去陪新娘吃饭。她拉着我和姐姐的手，夸着姐姐，扁着我：家里靠你姐姐了，你以后可要孝顺你姐姐。姐姐长得娇艳动人，且能说会道，最会惹爸妈开心。她交了个有钱男友后，穿金戴银，时不时给爸妈买东西，更受爸妈喜爱。我的学费是姐姐给我交的，关于我的一切，她一笔笔记在账上。欣欣，长大要还的哦，我们吃的用的都是姐姐的钱，姐姐的钱哪来的？我撕下一个鸡腿，大口啃咬着。爸爸喝得烂醉，看你姐多有出息，你以后混得不能比她差，听到没有？他敲我的头，我讨厌别人敲我的头，我直视着他，他有一瞬间忘记呼吸，还犟嘴，他敲得更狠了。看时间，该去学校了，今天是特意请假回来的。妈妈在外面拦住了我，我识趣的把红包递过去，以后不准收你姐夫的钱，知道吗？丢娘家的人。我点头，红包里有1000块，我提前抽走了800。你去干什么？上学，快高考了。妈妈哦了一声，以前家里人特别重视我的学习，现在对我持放养态度，他们的重心放到姐姐身上了，准确的说是放到姐夫身上了。距离高考还有73天，我摸着那厚厚一沓试卷，心中发烫。班主任甩着一头利落短发，在讲台上滔滔不绝。
暗恋的男生埋头记着笔记，刘海长到快遮住眼睛了，真想给他扶上去。他抬起头，我迅速别开目光，脸却不自觉烧起来，心脏在有力的跳动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但我知道劫还未到。校门口常站着几个黄毛混混，抽着烟打量路过的女生。我走过时，有流氓吹了声口哨，我停下瞪着他们，他们倒躲闪了目光。妈的，看什么看啊，没见过帅哥。我咬碎糖，嘴甜得跟蜜似的。哥哥们帮个忙，过几天傍晚会下一场大雨，陈杰偶然路过载我回家，会借机会让我住在他们家。我不会打乱故事线，蝴蝶效应带来的未知是可怕的，我要做的是掌握主动权。这天很快来临，我站在校门口，记得那天我等了5分钟，雨越下越大，我担心赶不上最后一班公交车，抱着书包飞奔出去，衣服很快淋透。陈杰从车窗探出头，欣欣，姐夫来接你了，快上车。我装作感激的要跑过去，却被一个混混拉走，他撕我的衣服，扇我的脸，救命啊！混混目瞪口呆，姐，你是个狠人，你说几句脏话啊，明着笑会不会？我低声指导，那边陈杰拿着棍走来，见只有一个人，他松了口气，赶紧滚。趁我还没报警，我咳嗽了几声，其余几个混混从暗处出来，我贴着混混耳语，往死里揍。那个男人肚子被踹了一脚，我趴在地上，眼巴巴地看着前方，姐夫，救我！他站在路口迟迟不敢动，我摆脱混混扑在他身上，死死缠住他，给混混使了个眼神。这场把戏持续了10分钟，巷口站岗的2人学狗叫，有人来了，混混们逃跑了。我裹着衣服对姐夫说，求你不要和家里人说真相，就说我摔倒了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。陈杰表面看没什么伤痕，我特意吩咐他们往肉多的地方踹。我坐上车，陈杰突然看了我一眼，欣欣，你怎么惹上他们的？我摇头，抱着衣服哭了一路，只是走到半程，我的腿止不住的发抖。这不是去家里的路线，姐夫，这是去哪啊？中环路堵车，我绕了一下。哦，姐夫，这次谢谢你。陈杰又看了我一眼，停下车，外面黑漆漆的，只有车前的灯亮着，这里是个荒村。欣欣，我合着眼皮打了个哈欠，四周死一般的安静。半明半暗中，我知道陈杰的眼神粘在我身上，我不敢看他，牙齿死死咬着嘴唇，窗户紧闭着，空气散发着恶心的味道。陈杰点燃一支烟，抽了几口，突然靠近我，他脸色苍白，面无表情。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姐夫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皱起眉头。重生？我说你重生了吗？那今天为什么不提醒我带伞啊？我抿着嘴，故作生气。陈杰眼珠转动，脸上的肉松弛下来，开个玩笑。他不知从哪拿出一瓶饮料，渴了吧？我抿了一口，他看着我，不知在琢磨什么，不能让他怀疑我。我又灌了一大口。车突然晃动一下，借此机会，我把饮料喷了出来，车窗被敲得震天响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车停的真是个地方，是个司机。他下车本想不追究，可司机不愿意，你以后反悔，我怎么整？我回头，出租车里坐着一个人，下车想走近看，却没人了。司机坐在一边抽烟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。有的人呸，小姑娘，少跟这种人混。陈杰指着他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怕报警，不会有其他的罪行吧？造谣是犯法的。我跑过去递给司机一瓶水，陈杰的车里有2个抽屉，我从左边拿出一瓶，司机刚要喝，被陈杰夺了回去。水果然有问题，如果没有撞车这个意外，我感激地看了眼司机。我为难地说，姐夫，我还有作业没做完，明天还要上早自习。陈杰恢复好姐夫的形象，叫了辆出租车。4月的风已有暖意，吹过来时我抱紧身子哆嗦了一下。我回忆着陈杰的动作和眼神，可以确信的是，陈杰也重生了，只是重生是以死为前提。陈杰又是怎么死的呢？我住在2楼最右边的房间，紧挨着姐姐姐夫的卧房，墙壁是优雅的白色，正中央挂着合家欢照片。床很软，一坐便会陷下去。我看着粉红色的床单，肮脏的画面瞬间袭击了我的神经。我扶着桌子，拉开窗户透气。陈杰端着咖啡在下面散步，还招手对我笑。窗边的绿植长得正茂盛，我想象着他不小心掉下去，脑浆四溅的样子，唇角不自觉勾了起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姐姐出现在身后。姐夫真的好好，真羡慕你。姐姐不自在地笑了下，伸出涂着星座美甲的手，用力捏我的脸。星星长得真好看，在学校有没有人追你啊？有，就是都太幼稚了。我喜欢成熟稳重型的，就像……我沉思着眯起眼，手猛地拽住了姐姐的头发。姐姐疼得大叫：白欣欣，你有病啊！我松开手，姐姐，你有白发了。姐姐的脸色很难看，嫁给姐夫后，她更加注重身材管理，饮食严格管控，像有些女明星一样，对自己狠得下心。她一言不发地出去了，我知道她是去和妈妈诉苦了。妈妈生我时大出血，后来很难再要孩子了，之后怀过2次都滑胎了。
亲戚们不待见我骂，妈妈和爸爸便把罪责都归在我头上，有时会莫名的发火。姐姐是他们的心头宝，我一有出彩的地方，她便会夸赞星星真优秀，要是个男孩就好了。这话像是根针，精准扎在每个人的心中。其实房间的隔音不太好，我不明白为何要把我安排在隔壁。新婚燕尔，他们每晚的噪音扰得我不堪入睡，不得不戴上耳塞加耳罩。早上无意间看到姐姐刚起床的样子，黑眼圈浓重，嘴唇肿胀，双目呆滞，膝盖发青。我有些明白了，在这段婚姻里，她也是个下位者。我突然有些可怜姐姐，但想到上一世那晚，我在房间里哭着喊姐姐，却无人理会，她在隔壁到底在想什么呢？这份可怜瞬间被恨意取代，我更恨她了。妈妈在楼下大声喊我，我边应着边跑下去，我的手割破了，你去买创可贴。我拿着伞要去，妈妈却把伞夺走，就一点路浇灌的嘞，快去！她把我推了出去，我看到她看了姐姐一眼，那眼神里也是一种下位者的顺从与讨好，仿佛在说看我做的不错吧，你爽了没？我穿着短袖，外面是大太阳，步行2公里才到药店。早蝉在叫，一只刚蜕皮的蝉，黄嫩嫩的，旁边是它的躯壳，随着风吹落在地，蝉逐渐硬化了翅膀，毫无眷恋地飞走了。姐姐，如果当年住在隔壁的人不是我，你又会作何反应呢？我隐晦地向姐夫表达着我的喜欢。一下课我就叠星星，星星装满了一整盒，每一颗都载着最恶毒的诅咒。我献宝似的送给陈杰，姐夫，谢谢你那天晚上接我，幸亏你来了，还害你受伤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班里的同学喜欢互相送星星，我有些惊讶，笑着被陈杰拥在怀里。谢谢星星，我这老男人第一次收到星星，你喜欢就好。我低头抠着手指，姐夫，太破费了，你准备考哪所大学？还没想好。姐夫见多识广，有什么建议吗？陈杰本就喜欢别人捧着他，被我这么一说，他那惨白如纸的脸泛起微红。我想想，还是离家近点的好。我看向一旁涂脚指甲的姐姐问：姐姐，你觉得呢？自然和你姐夫意见一样。姐姐笑起来，2个梨窝站在脸上，红色的甲油却歪歪扭扭滴在了脚背上。她慌忙用力去擦。这时，爸爸妈妈房间的灯灭了，他们向来早睡早起，平日里和陈杰几乎碰不着面。陈杰比上一世提前动手了，他忙着拉拢人心，每天带着爸妈去高档场所，给爸爸买了车，还配了专属司机，给妈妈在豪华美容院办了年卡。他变本加厉地对爸妈好，让他们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美梦里，舍不得走出来。上一世，他拽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的脸按向他满是赘肉的肚子，一脸得意地打着电话。老刘睡了，女高中生妈的真嫩，嘿，不枉我养了他们3年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蛀虫。电话那头传来声音：你牛逼，娶个年轻漂亮的老婆，还把人家妹妹给睡了。知道他们这么怂，我早他妈该动手的。爸爸妈妈向来胆小又自卑，家里的孩子被欺负，他们先看对方的穿着打扮，若是有权有势的，便忙着陪着笑脸，嘴里还说着小孩子打打闹闹，大人就不要插手了。爸爸妈妈教会我的永远是低头。我很好奇，真的所有事他们都会低头吗？陈杰迫不及待要动手，我也一样。我拿出床下的日记本，上面的字迹还清晰。今天是姐姐的婚礼，虽然姐姐和姐夫谈了3年，但我只去年过年见过她一回，好像所有人对她都很满意。可她除了有钱，还有什么呢？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偏袒姐姐？呵，是因为姐夫吧？如果我嫁给姐夫那样的有钱人，他们是不是也愿意蹲下来给我系鞋带？吓死宝宝了！几个流氓把我拽进巷子里，要不是姐夫来，我可能要被……最近几天老是梦到姐夫怎么办？我好像喜欢了一个有妇之夫，如果嫁给姐夫的人是我该多好，不用受他们的欺负，爸爸妈妈还会像彭宝似的对我。至于姐姐，她对我态度越来越差了，她会后悔的。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姐夫说他喜欢我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日记本上还残留着深深的指甲印，想来是姐姐看的时候气炸了。她最喜欢偷看我的日记，打小我就总在日记本里写自己的暗恋，比如喜欢小卖部老板的儿子，经常去他家转悠，一次买2毛钱的零食，就为了听他说几句话。2毛2毛，他的声音真好听，那是我那段时间莫大的乐趣。有天我照旧去小卖部，大中午的天气热得连狗都懒得动，我特意挑这个时间去，想着能慢悠悠享受和他的独处时光。可还没走到门口，便听到了熟悉的笑声，那些欢喜瞬间碎了，眼泪哗哗的流一度。我还感激姐姐帮我鉴别了渣男。我是怎么发现他看我日记的？是被囚禁的那些日子，他亲口讲给我听的。星星啊，怎么不写日记了？我喜欢看啊。你知道一个一个去打碎你的梦有多爽？现在姐姐该我打碎你的梦了。我拿起笔，在日记本上新添一行：明天是爸爸妈妈30周年纪念日，该给他们准备什么礼物呢？姐夫让我明天晚上别锁门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晚上会来找我聊天吗？我要穿上那条和姐姐一样的黑色睡裙。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这些象征仪式感的日子，我们家以前从未庆祝过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一家人商量着要大办一场，还是陈杰先提的议。纪念日那天，亲朋好友都来了家里，红酒、香槟，舞会风光得不得了。妈妈风韵犹存，稍加打扮，看着年轻了10岁。爸爸第一次穿西装，走路扭扭捏捏的，有些搞笑。陈杰挽着姐姐的手，在众人之间敬酒，言语得体。
姐姐笑得合不拢嘴，余光扫到穿着红色裙子走来的我，瞬间紧张起来，快步朝我走来。我端着果汁敬姐姐，她的杯子一歪，果汁眼看要洒到我身上，还好我躲闪及时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摩敌人，总能避免好多意外。宾客走后，陈杰说：“星星，明天还要上学，早点睡吧。”我乖巧点头。姐姐拉着陈杰说：“我们也早点睡。”我和保姆留在客厅收拾。爸爸喝得烂醉，躺在沙发上，我帮他翻身，他一下子吐了一地。即便后来清理干净，整个房间还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味道。妈妈走到门口，嫌弃地骂了一句，又说：“去我房间睡吧，夜已经很深了。”妈妈扶着我回房，一如小时候，我拉着妈妈的衣角，在黑夜里去接晚归的爸爸。妈妈，喝水。我很久没和妈妈睡一张床了，可她却把被子扔到地上。大热天的，你睡地上。我失落地看了她一眼，窗外的蝉聒噪地叫着，我贴着墙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时间一秒一秒地走。忽然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是姐姐刻意放轻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床上传来动静。几分钟后，我听到妈妈惊醒的声音，她尖锐地叫了一声，却只叫了一半便没了声响。陈杰显然也愣住了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我立刻打开灯，像恐怖片里的女配一样惊声尖叫，哭着喊：“姐姐，姐姐！”可姐姐始终没有出来，我又在抱着什么期望呢？陈杰支着身子想下床拉我，妈妈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是一个劲的流泪。我疯了一样尖叫着跑下楼，爸爸的呼噜声震天响，我晃他，他没反应，抬手给了他几巴掌。他睁开眼，眼里是要杀了我的神情。妈妈和姐夫，我眉头皱成一团，难以启齿地说出这句话，又故作同情地看了眼爸爸，接着像上蹿下跳的茶客一般疯狂敲着姐姐的房门。姐姐，你醒醒啊，出大事了！陈杰狼狈地穿着衣服，讪笑着打圆场。误会都是误会，妈怎么会在欣欣床上啊？我满含泪水看着他，什么意思？姐夫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妈妈却突然笑了，说：“这么晚了，没什么大事，都去睡吧。”姐姐睡眼惺忪地打开门，怎么都围在这里？刚有一只老鼠，可大了。有人随口扯了个谎，一家人都皱着脸牵强地笑着。爸爸自始至终没有上楼，倒是陈杰递上一支烟，他接过来，默默吸了起来。妈妈突然扑过来踢打我，该是你的，都是你的错，是你让我滚下床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看向陈杰和姐姐，突然笑了，害怕姐夫和我睡觉抢了姐姐的位置，是吗？姐姐房间不隔音，那么大的动静怎么就不进来看看呢？睡眠质量真好啊。那间房我是再也不想进去了，我说我要搬出去住。姐姐扯着我的胳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滚吧，滚远点才好。”陈杰插不上话，懊恼地揉着头发吼道：“都别吵了，不想滚就给我安静点。”一切似乎和从前一样，可埋藏在篝火深处的火星子快要烧起来了，只需要再吹一把风。我搬出去了。白天我在学校奋力刷题，夜晚我盯着监控屏幕。我早就在别墅的客厅安了隐藏摄像头，监控里妈妈和姐姐白天在家里看看电视，爸爸总是很晚才回来。我看到陈杰有时会把妈妈拉走，妈妈衣衫不整地从杂物间出来，姐姐和爸爸全都当作没看见。姐姐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疯狂摔东西，甚至殴打保姆。有一次，她打扮的妖娆，跪在陈杰面前谄媚。我在屏幕这头看着，心里只剩冰冷。那是我妈，不要那么对她。我曾在心里无声呐喊。陈杰闭着眼睛，语气漠然：“我对你们还不好吗？”爸爸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，我趁着周末悄悄跟踪他，发现他养了个女人，那女人比姐姐还小。我拍了张照片，当做礼物寄给了妈妈。爸爸妈妈自我记事起就一直很恩爱，他们青梅竹马，在一个村子里长大，是彼此的初恋。家里的事看似是爸爸做决定，可话语权其实在妈妈身上。妈妈收到照片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？可惜她低着头，我看不清神色。她坐在那里很久都没动，像是画面卡住了一般。爸爸回来时，她依旧开心地去迎接。最近的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亲自下厨给爸爸做饭，给爸爸买衣服。爸爸不回来，她就绝不睡觉。后来她对爸爸说：“我们搬出去吧。”爸爸却说：“住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出去？”当爸爸不再爱妈妈，家里的话语权又重新回到了爸爸身上。姐姐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切。爸爸又一次喝醉酒回来，隔着屏幕，我看到他脖子上的吻痕。他躺倒在沙发上，口袋里掉出了一样东西。妈妈端来解酒汤，弯腰捡起那东西，是一条女人的丁字裤。她像那天看到照片时一样，维持着静止的姿势很久。突然，她哈哈大笑起来，转身从厨房抄起菜刀，朝着爸爸砍去。爸爸反手夺过菜刀，狠狠插进了妈妈的心脏，血溅得很高。监控镜头里瞬间多了无数红色的点点。姐姐捂住嘴巴，尖叫道：“爸，你疯了，那是妈！”爸爸面无表情，对姐姐说：“快过来，帮我收拾。”姐姐从小就听爸爸的话，她流着泪蹲在地上擦着地上的血。监控里，妈妈的眼睛好像一直看着镜头，看着我。我对着屏幕笑了，在心里说：下辈子别见了。
我揉了揉泛红的眼睛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陈杰的声音响起：“欣欣，姐夫来看你了，别躲了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灯还亮着。”我听到他搓着手在屋里四处查看的声音，便从浴室走出来，头发上的水珠不断往下滴。他迫不及待地朝我跑过来，下一秒便消失在了我的眼前。他掉进了我提前准备的地下室，我趴在地板上，笑着朝地下室喊：“姐夫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你趁我洗澡偷偷跑到我家，自己掉进地下室的。”陈杰在地下室里向上蹦跳，一边呼喊一边捶墙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真能装！”他掏出手机打电话，却怎么也打不通。我早就在屋里打开了信息屏蔽仪。我合上地下室的门，看着监控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客厅，毫无破绽。次日，我打包行李回到别墅，一脸委屈的哭诉：“我想家了，想吃妈妈做的牛肉盖饭。妈妈呢？”姐姐躲开我的眼神，敷衍道：“她回老家了。”我偏头看向花园，那里有一处新翻的泥土，上面种着的玫瑰开得鲜艳欲滴。姐姐的黑眼圈重得连粉底都遮不住，还不时地看着手机。陈杰联系不上，他小声问爸爸要不要报警。爸爸和姐姐异口同声地说不要。到了晚上，家里开始闹鬼，暧昧的声音，妈妈压抑的哭声不断在屋里回荡。鬼呀！姐姐尖叫道：“那不是妈妈的声音吗？”爸爸皱着眉：“哪来的鬼？”我走过去看了看，故作疑惑：“是啊，什么都没有。”低头时偷偷笑了，角落里正放着我提前准备的录音机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和姐姐整夜睡不着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。爸爸开始破罐子破摔，3天2头带女人回家，那女人穿着姐姐的衣服，和爸爸在客厅里上演着郎情妾意的戏码。姐姐对妈妈到底是什么感情？我只知道妈妈一直疼姐姐，哪怕被陈杰侵犯后，她也不时地看向姐姐，像是在等姐姐的一句公道。可姐姐总是刻意错开眼神，说着那不过是误会。妈妈终究是顺从了姐姐，爸爸也彻底不再忌惮陈杰，任由他在地下室待着。10天了，还没有人报警，想来在乎陈杰的人也没几个。我撕着面包，一块一块扔下去。陈杰张着嘴去接，胡子已经长了半脸，他的动作稍慢一点，食物就会被地下室的老鼠抢走。放我出去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我错了，他嘶吼着。我扔下去一瓶水，淡淡问：“你为什么也重生了？”有人跟踪我，出了车祸，醒过来就回到了。真是恶人，自有老天收呢，怎么不早点出车祸？我打断他的话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别墅里，姐姐焦虑不安。我说：“姐夫不会是被害了吧？他有没有什么仇人？”姐姐把目光放在爸爸身上，此时的爸爸带着些自毁倾向，是酒是性，我觉得他想念妈妈了。姐姐试探性地问：“陈杰会不会死了？”爸爸骂道：“死了活该，遗产都归你了。”姐姐慌张起来：“他结过婚了，什么意思？陈杰有妻子，只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才举办了婚礼。他妻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爸，你知道陈杰在哪，对不对？”爸爸一脸耻辱，这冲击比他知道姐夫和妈妈有染还大。我怎么会知道？真是丢人！竟然做小三，竟敢做小三！我死后怎么有脸见列祖列宗？丢人啊！他拍着自己的头，不停叹气。姐姐肩膀耸动，突然大笑起来：“你不是用这些钱用得挺开心吗？都是我出卖身子挣来的。”爸爸打了姐姐一巴掌，沉默地出门了。妈妈怎么还不回来？我插了一句。爸爸没有再回来。花园那一块土壤更松了，玫瑰花倒在一旁，被太阳晒死了。姐姐更瘦了，每天却还是打扮得妆容精致。最后一次高考动员会，学校拉着横幅，写着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班主任把每个人叫到办公室，聊了一阵，像上一世一样。他说很看好我，高考不要马虎，不要着急大题卡住，不要钻死脑筋，先放着。作文不要放飞自我。最后他指了指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，是不是很刺眼？我眯着眼，嗯了一声。记住，不要被红色蒙蔽眼睛。我没太懂。上课铃声响了，我赶回教室。大别墅到期了，欠着月租，我们被赶了出来。保姆记恨姐姐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偷走了。我带着她来到租的房子，煮了一碗面，自顾自去看书。姐姐吃面时突然听到了叫声：“欣欣，我好像听到你姐夫的声音。”没有啊，你幻听了吧？她过来看我学习，无聊的拿起一本书翻着。睡觉时，她紧紧抱着我。我真的听见声音了，什么声音都没有啊。我拍着她的背。地下室里放了近1个月的食物，暂时饿不死。姐姐整天窝在家里不化妆了，大口大口的吃东西。一听到类似姐夫的声音，她就捂住耳朵。她对我还是很嫌弃，还带陌生男人到这里来。我把她的行李扔出去，她又回来笑嘻嘻地说：“我饿了。”她在房间里只穿着内衣，手机音量开到最大，笑得哈哈大笑。我戴上耳塞。再过1周就要高考了，我拼命刷错题，记英语单词，身子突然被枕头砸了一下。姐姐说：“怎么还不睡？都凌晨1点了。”我没应声，不一会儿，桌子上放了一碗面，上面盖着一个黄澄澄的荷包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情复杂地看向他。姐姐，你相信平行世界吗？这几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躺在床上的是姐夫，他把我灌醉，侵犯了我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最后我被打死了。
是你把我装进袋子里的。姐姐摸着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瞎编的吧？就我一个人，哪来那么大力气把你装进去？地下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。这天我回来，姐姐不见了，地窖里的陈杰也不见了，房间乱作一团。我火速抱着行李去了酒店。6月6日去看考场，我坐在第一个位置，好像看到姐姐了。6月7日下雨了，我顺利搭上出租车，打开试卷，字开始晃起来。我深呼吸，字一点点归位，答题卡渐渐被填满，许多题目都是相似的套路。出了考场，外面的嘈杂声竟格外亲切。6月8日，雨不眠不休地下着，路上有积水，我依旧顺利搭上车，司机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没有上次那么活跃。车子开到了那栋熟悉的大别墅，司机露出了真面目，是陈杰。姐姐打着伞在楼下站着，我跪在地上，求你让我去高考。陈杰拖着我到楼下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执念。老子在地下待了20天，你该怎么报答我？好啊，哈哈，今天哪也别想去，好好陪着我，伺候满意了，明年让你去考。我躺在地上看着准考证从包里掉出来，雨下得更大了，地板很凉，身上很沉。我看了看四周，突然觉得该叫一声姐姐，我唯一的亲人，永别了。我甚至还笑了一下。姐姐奔了过来，夺过我藏在袖子里的刀，我被人打了一拳，是陈杰。陈杰看到姐姐手里的刀，一阵后怕，随即亲了姐姐一口。小玉，你救了我一命，你不会伤害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爱你。下一秒，刀插进了陈杰的心脏，扎得很浅。姐姐果然是没干过重活的人。陈杰把刀拔出来，嘶吼道：“你还是想一起死？”哈哈！又一把刀插进了陈杰的脖子，那是姐姐自带的刀，而陈杰手里的刀插进了姐姐的心脏。陈杰倒在我身上，像一块巨石。姐姐，我无法置信，这个女人为什么临阵倒戈？为什么要走过来？姐姐推开陈杰，喘着气说：“死丫头，你也使点劲啊！”她看了看表，塞给我一样东西，是一沓钱。考完吃顿大餐，去旅游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这钱是干净的，要好好活着。像我一样，你快走，赶紧滚！我捡起书包，已经8点55分了。警车呼啸而来，我边跑边摔倒，脑海里突然涌入无数碎片。我想起来了，上一世姐姐和我一起死的，她躺在我面前，带着安慰的笑意。姐夫侵犯我的时候，姐姐被下了安眠药。她知道真相后，偷偷要报警，却被爸爸妈妈发现。姐姐骂他们：“你们毁了我，还不够吗？”之后，她就被囚禁在家里。妈妈对我说：“欣欣，你是自愿的，伤口已经痊愈了。你报警，除了毁了自己的名声，没有任何好处。”我害怕了，害怕像姐姐一样不听话就出不去，那样就没法参加高考了。后来，我高考考了0分。回到家，家里来了几个男人，像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。我看到地上躺着的姐姐，陈杰在一旁吸烟，胳膊上还插着什么。爸爸妈妈房间的灯是黑的，鞋子摆在外面，他们静心扮演着聋子、瞎子。我拿起烟灰缸砸了过去。再后来，姐姐抱着我，她的怀抱很温暖，可我还是恨她。我再次跌倒，一只有力的手扶起了我。哎呦，小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攥着准考证，视线模糊，考试要迟到了。警笛声不绝入耳，我一路跌跌撞撞跑到教室门口，刚坐在座位上，喇叭里响起，考试时间已开始15分钟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。我擦着眼睛，不停地擦，终于能看清字了，笔尖落下，有力而坚定，思维是前所未有的清晰。考试结束后，我坐上了警车。他怎么样了？我问。警察递给我纸巾，轻声说：“他听到你进了考场，才闭上眼的。”他还说很抱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警方在别墅的花园里挖出了2具尸体，经法医鉴定，女人是他杀，男人是自杀。警察问我知情吗？我摇了摇头。夜晚，我钻进已经贴上警戒线的别墅，摆好了菜，大蛋糕上插了4根蜡烛。一家人好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，爸爸妈妈、姐姐还有我。我考上了 Q 大。晚间的风挺大的，蜡烛摇曳着，像在跳舞。高考后，学校举办了聚会，隔壁班的班主任打赌输了，请我们2个班吃饭。欣欣，苟富贵，莫相忘啊！你最后1个月总请假，还能超常发挥，太牛了！我举起杯子，淡然一笑，敬大家。室内太热闹了，我走到外面，过往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闪过。我仰起头，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宁静。喜欢穿白色衬衫的他走过来，今晚月色很美。我笑了，是啊，班主任不让我们喝酒，还逼我们12点前回家。出租车来了，他拍了张照，招呼我上车。班主任的老公来接他了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问老师，我记得你有自己的车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开？他笑了笑，出过意外，有阴影了。车子行驶时，他向我摆了摆手，大声喊谢谢。番外，班主任视角，我带高3，那年班里有个叫白欣欣的学生，这孩子学习一直很拼命，可高考时竟然交了白卷，我感到十分诧异。高考后，他和学校断了所有联系。我想着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。作为老师，我想劝他不要放弃学习，可以再复读1年。经多人打听，我找到了他家。他爸爸妈妈说，欣欣和一个富豪好上了，出国了。我错愕地回到家，那段时间我总是想起白欣欣。
在教室里，他眼神熠熠，背挺得笔直，嘴唇轻抿着认真听老师讲课的样子。我坚信白欣欣一定出了什么事。整个暑假我都在跟踪他的爸爸妈妈，还有那个叫陈杰的男人。那个男人喝醉时总会胡言乱语，吐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。我跟着陈杰到酒吧，看着他摇晃着身子出来，和朋友炫耀自己的功绩。我坐进车里，愤怒地捶打着方向盘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。白欣欣那么好的孩子，本该有大好的人生啊！报警后，我一直跟在陈杰后面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正值学生开学，道路十分拥挤。斜对面突然飞窜来一辆货车，直冲向一辆载满学生的中学校车。电光火石间，我踩下油门，提高马力撞向陈杰的车。他的车被撞得飘到路中间，刚好拦住了货车的一部分冲击力。之后，我又开着车冲了过去，货车终于停了，而我的意识也随之消失。再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重生了。这一世的白欣欣比上一世更加坚定、聪明。我知道她也重生了。我把她叫到办公室，叮嘱她学习上的事。她认真的点头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很想抱抱这个身形单薄的女孩子，最终却还是收回了目光，对她说：“不要被红色蒙蔽眼睛，不要被仇恨蒙蔽眼睛。阳光很刺眼，一直盯着会被反噬的。”我希望她能有锦绣前程。